上一期呢，我们打败了地下迷宫的米诺陶，也成功的潜入地下密室，夺得了我们想要的宝藏。但是呢，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不小心激活了一些 TNT 陷阱，导致呢，我后来就直接被炸身亡，现在只有8的等级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前往地面整理我们身上的装备。好，我们刚刚翻箱子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发现这个萤火虫。这个萤火虫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戴在头上面啊，相当的可爱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返回了地面。我们身上的道具呢，也是已经相当的满了。这箱子里面呢，也是塞不下了。正好呢，我在地下也翻到了2个这个末影箱，我们可以把这些多余的一些东西放到末影箱里面。在回去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别忘了带一些这里的土特产。这里的红木呢，它可以1个原木分解成4个白桦木板，这个产量也是相当高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适当的获取一些树苗拿回去种植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有很多这样的高大的木色橡树，在这样的木色橡树的树叶里面呢，有一定几率会生成一些蜘蛛笼子，还有一些宝箱。如果你装了 Optifine 的话，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设置，把树叶调成智能，这样呢就可以很清楚的从外面看到里面的这个隐藏的房间了。这里呢我没有装 Optifine，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戴在头上面的这个萤火虫呢已经变成了萤石粉了。我们可以把另一个也戴在头上面玩一下。我每次从地下迷宫回来呢，都会偷特别多的这个钢叶的装备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这个钢叶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先拆一下，然后再把它做成钢叶镐。由于这个钢叶镐呢，在做成的时候它就自带10运2的效果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做2个，然后在铁针里面把它打成10运3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经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放一下。好，这里我们做一个这个探测铁轨，由于我们待会打下一个 BOSS 的时候呢，会用到这样的铁轨，我们再做一个侦测器。这里呢，我们把这个刷铁轨机的这个雏形给它做出来。这个刷铁轨机呢，它对于任何的铁轨都可以进行一个复制。我们现在把普通铁轨还有动力铁轨都给拿过来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把铁轨放上，在上面呢，我们还需要再放一个侦测器。好，那么这样呢，它就可以进行这个活塞运动了。我们接下来要打的这个 BOSS 呢，就是这个火沼泽地里面的这个9头蛇。在这个火沼泽地里面呢，可以发现很多像这样的有这个小洞的这个方块。这个方块呢，它是可以在下面有岩浆的时候可以喷火。我们可以不妨把它带一个回去玩一下啊，就像这样。那下面每次喷一次火啊，就会消耗下面1桶岩浆啊。既然你射我一脸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就要把你给挖回去。好，在前方呢就是9头蛇的栖息地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击败这个9头蛇呢？如果是用传统的打法的话，我们就用抗火药水，用抗火药水跟它近身搏斗。但是呢，这个抗火药水近身搏斗，那还是有一定几率会死亡的，这个并不是100%保险。我们今天要对付它的办法呢，就是用 TNT 复制打法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。好，我们先下去看一下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弓箭，我们进行一个射击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在远处的话，如果你想偷袭它，你是这个弓箭是射不到它的。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坐标，这里的高度呢是32。如果我们要进行 TNT 爆破的话，由于 TNT 的爆炸高度它是大概80格，
所以呢，我们要从32格往上面数，往上面加80格，我们就搭方块，一直搭到112格。好，我们也是到了112格了。这里我们先把这个 TNT 复制机的一个大概的样子把它造出来。好，这个史莱姆方块的样子大概就搭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放上2个探测铁轨，我们再把这个矿车放到上面的这个探测铁轨上面，然后还有 TNT 放在另外的探测铁轨旁边。最后呢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激活这边的这个活塞，然后旁边的这个方块也一定要把它打掉，否则这个 TNT 它就会在上面掉不下去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萤石又在我们头上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先进行一个推，把这拉回来。那么呢，现在这个 TNT 就已经处在一个 BUD 的状态，我们只需要，像这样拉下拉杆，要给它投喂这个 TNT 非常爽。我们就反复的拉这个拉杆就可以。我操你大爷！我刚刚又重新做了一遍，真是费了我特别多的连叶块啊！我现在已经站这么远了，我就不信这个天梯还掉不下去了。从这个高度就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它的血条也是在一直的降，我们只需要呢站在上面高高在上给它投喂这个 TNT。好，在最后一击爆破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TNT 要慢点投，如果投的太多，就可能导致那个战利品就被我们 TNT 给炸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回收一下这个 TNT 装置。在回收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先收集这个 TNT 否则这个 TNT 在 BUD 的状态会爆炸。那么这样呢也是非常轻松的就干掉了这个九头蛇，并且拿到了它的战利品。